第43届东盟峰会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周二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访问印尼。那您怎么看中国与东盟关系不断深化发展呢？的确，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可以说是中国周边外交以及区域合作的一个典范。我觉得有几个可以值得总结的经验第一个，这个我们中国一直支持东盟作为地区一体化的核心领头羊这样就避免了所谓的大国竞争的干扰妥善处理好了像南海这样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跟整个东盟并没有什么主权争端的问题把南海变成合作之海、友谊之海这个我觉得和平之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中国和东盟呢不断的在升级找到新的合作的亮点。大家知道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平发展吸引投资出口。那么今天呢，像这个中国和东盟的互联互通、国际陆海大通道、东盟信息港的建设以及像现在的绿色数字化的转型，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可以说是不断的升级换代抗拒了各种外在的干扰，成为这个地区合作、中国周边外交的亮点。国务院总理李强正在印尼雅加达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并访问印尼。东道主印尼介绍，此次会议将排除政治冲突杂音，重点围绕经济议题展开。外界认为，这释放出东盟国家强烈反对某些域外国家强推其政治议程，阻碍会议达成成果的信号。作为2023年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尼外交部介绍，此次东盟峰会共有来自包括东盟国家及中国、日本、韩国、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东盟对话伙伴国在内的22个国家的领导人，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等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团参与，是东盟及其合作伙伴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第43届东盟峰会的主题为东盟举足轻重，打造经济增长中心。印尼总统佐科在开幕式致辞时将东盟比作一艘巨轮。他表示，本届峰会议程有很多，但重点将是讨论经济，寻求推动区域经济复苏与增长，加强区域互联互通。数据显示，东盟10国2022年 GDP 约 3.7 万亿美元，人口超过 6.7 亿。预计到2030年，东盟将成为世界第4大经济体。印尼总统佐科认为，东盟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这个疫情之后，经济复苏对于东盟各国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加上这个美国实行印太战略之后，进行这种经济领域的脱钩锻炼，那么加上这个因为乌克兰危机之后，这种能源安全和这个粮食安全，实际上都带给东盟各国很大的这个压力。区别于这个大国竞争，现在主要聚焦于地缘政治这种博弈，那实际上东盟希望是能够聚焦于区域合作，发展本地区的经济，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东盟。观察指出，2022年1月1号，东盟主导、中国鼎力支持的 RCEP 正式生效，这是东盟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助推器。如何充分发挥 RCEP 的潜力，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继续细化这种 RCEP 在各种商品包括这种服务贸易或者这种投资方面的这个合作的这个议程的推进来说，实际上对于稳定现在这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经济合作的这个方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挖掘区域合作的这个潜力所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东盟已经取代美国和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报道援引汇丰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诺伊曼的分析称，这一变化得益于 RCEP， 后者标志着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正式起航。随着 RCEP 红利释放，中国和东盟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2022年双方贸易额9753亿美元，贸易额同比增长 11.2%。此外，中国和东盟双方正积极推进自贸区 3.0 版谈判，全面提升中国东盟经贸制度型开放水平，为区域合作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东南亚舆论还高度关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对印尼的正式访问。分析认为，10年前中方在印尼提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10年来“一带一路”发展成为影响巨大的国际公共产品。此外，今年还是中国和印尼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也是共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元年。在这一关键时间节点上，李强此访具有重要意义。
实际上，这是在20大之后呢，总理对在亚洲方向的一个首访，实际上能够加强双方的一个战略的共识，那么进一步夯实或者是丰富双方这个区域合作、经济和双边合作的一些内容来说，高层引领的这个作用呢是非常重要的。保持中印尼关系的良好，实际上对于整个当前来说，我们建立更广泛的这种统一战线，能够使整个亚太地区聚焦于区域合作来说呢，还是非常具有这个示范效应的。印尼雅加达邮报报道称，中印尼合作的标志性项目雅万高铁预计将在8号举行通车仪式，届时佐科将主持通车仪式，李强将出席典礼，并同佐科一道试乘高铁。据悉，高铁于当天起免费向公众开放，为期1个月，10月正式启用。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旅游热点万隆的雅万高铁全长142公里，由中国技术建造，是一带一路倡议及中国和印尼合作的旗舰项目，也是中国高铁技术出海头号项目，将成为全面服务印尼人民的发展之路、民生之路、共赢之路。东南亚媒体还注意到，美国总统拜登再次缺席东盟主办的重要会议。他们批评近期印度举办 G20 峰会，东盟举办东亚合作系列会议，拜登参加印度的会而拒绝东盟的会，是厚此薄彼。这与美国政府不断宣称要更多支持东南亚国家的说法相去甚远。印尼前外交部长纳塔莱加瓦直言，拜登此次缺席令人失望，并且具有象征意义。此举也令外界质疑美国不再重视东盟。对于美方这次派出副总统哈里斯参会，美国《洛杉矶时报》评论称，拜登跳过东盟峰会及系列会议访问越南的行程安排完全是倒退的。外界还注意到，哈里斯就职以来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搅局南海。他任内已经3次出访东南亚国家，去年他曾借去泰国开会之机，顺路访问菲律宾北部的巴拉望岛，就南海和台海问题做出不当表态，还挑拨中菲关系。他走后，菲方就宣布新增4个军事基地给美军使用，外界认为这是在搅局南海。他尽管口头上说重视东盟，但显然存在严重的这种言行不一致，可以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美国在这个地区依靠的仍然是它的军事的同盟，包括实际上像美日印澳4边机制，它这个印太战略所构建的一个盟友与伙伴关系的网络当中，它这个等级分明还是比较明显的。实际上这一点，我觉得东盟国家看的也是比较清楚的吧。美国《洛杉矶时报》指出，美方虽然坚称并未强迫各国在中美之间做选择，但其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试图向东盟成员国施压，要求他国拒绝“一带一路”倡议，减少对华经济和技术依赖，并取消与中方的军事合作关系。对此，有学者表示，美国是以口头尊重东盟，实际削弱东盟的方式推进整体对华竞争，这也反映出美国外交最大的特点：言行不一。对于美国给地区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东盟国家有着充分的认知。新加坡已故前总理李光耀曾以大象跳舞、小草遭殃来警告地区国家不要在大国博弈中选边站队，以免损害自身利益。多年来，东盟一直强调战略自主，明确坚持自身中心地位的思路。在大国博弈背景下，东盟采取的是对冲战略和平衡外交，不选边站队，不搞阵营对抗，这使得东盟中心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无论是从这个特朗普时期，还是到拜登时期，实际上他推动这个印太战略，它本身的目标并不是要加强和东盟的合作，它的根本目标是要遏制中国。我们也看到，实际上从2022年开始呢，东盟经过一个战略焦虑之后，实际上是有一个战略重塑和加强战略自主性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它这个引领作用和示范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一段时间以来，外媒不断炒作意大利打算退出“一带一路”，包括意国内也有一些质疑的杂音。那您对此如何看？意大利的矛盾心态是否受到外部的施压与影响呢？中意关系呢，要看全局，看整体，不能被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协议的续签与否给绑架掉了啊！这些都是一些西方媒体有时候故意炒作和引导的。像这次的这个中意第11次这个政府间磋商，实际上是达成了非常丰硕的成果的，在于财经对话啦，在
绿色环保、科技创新，还有人文交流3大支柱上呢，把中意关系呢，可以说继续往前推进了尤其是在绿色数字化的转型方面，这是意大利和欧洲国家呢非常看重中国的这样的后发的优势的。所以呢，中意关系还是新闻资源还有很广阔的这样一个前景。这个1年多来这个西方媒体一直在炒作意大利到明年3月份会不会所谓的退出一带一路协议现在呢还没到那个时候。那么意大利呢政客们有时也拿这个一带一路的倡议来说事儿说他获得的好处不够多，没有想象的那么大甚至有些没有跟中国签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的，像德国、法国，好像对中国的出口反而增加了。这些呢都是一种狭隘意义上来看待一带一路。那么意大利呢从加入一带一路以来获得的好处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一种政治认同，我们把它当作一带一路国家，那么意大利呢就参与了像我们的上海进口博览会海南服务消费博览会他们的这个主宾国那么还有呢就是意大利的企业像参与了 C919这种共同的研发另外呢中意还造了这个邮轮还有投资这个追求了保障可以参与一带一路很多一些标准的一些制定。实际上呢，意大利和中国的出口这个近5年来是从原来的300亿到了500多亿增加了，应该来讲幅度是30%以上，都是相当可观的。那么至于说不如预期，那是因为疫情原因造成的，那么还有意大利国内的一些投资环境造成的。所以我觉得不能把一带一路呢当着这个各种问题解决各种问题的灵丹妙药，那也不能把一带一路当着遇到一些困难抱怨的一个替罪羊。3号开始，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一连访华3天。4号，他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共同出席中意政府委员会第11次联席会议，并举行会谈，还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会见。意大利政府换届以来，外界不断炒作该国或将不续签“一带一路”倡议。塔亚尼在北京表示，意方期待同中方一道，持续深化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推动意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4号，中意政府委员会第11次联席会议在北京举行。当天，两国外长还举行了会谈，双方充分肯定中意政府委员会为促进双边关系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要求中意委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意友好合作实现更大发展。王毅说，近年来，在两国各界共同努力下，中意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走在中欧关系前列，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硕果累累。王毅还说，中意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双方合作优势互补，实现互利共赢。面对地缘政治等挑战和干扰，中意应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合作、平等对话的正确相处之道。中欧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双方合作大于分歧，共同利益超过彼此差异。塔亚尼表示，两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一方期待同中方一道，持续深化经贸投资、科技创新、气变环保、人文旅游等各领域合作，推动意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塔亚尼还表示，一方高度重视发展长期稳定的意中关系，一方将继续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尽管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定，但意中关系不会受其影响，一方愿为欧中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当天早些时候，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塔亚尼举行会见。王文涛表示，中国正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为包括意大利在内的各国企业提供新的发展机遇。中意两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发展潜力巨大，中方将进一步发挥重点外资项目工作专班等机制作用，为包括一企在内的外资企业提供更好服务，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塔亚尼表示，中国是意大利重要经贸伙伴，意政府对深化对华经贸合作持积极态度，希望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促进平衡发展，欢迎中国企业赴意投资，愿与中方就优化外资环境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中意高层这次接触为强化两国经贸关系提供了更充实的政治基础。室内卫视注意到，塔亚尼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中国有超过1600家意大利企业，两国贸易往来不断增长。
中国是我们在亚洲的首要合作伙伴，我们希望进一步增加出口，令两国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更能发挥作用。塔亚尼还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他这次在北京参观利玛窦墓的内容。他写道：“我参观了纪念传教士和文学家利玛窦神父的石碑，向这位伟大的意大利人致敬。他在中国旅行期间拉近了我们两国人民和文化之间的距离。”1582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并在华生活30年。他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技术，并将孔子和四书等中国经典介绍给欧洲。1610年逝世后葬于北京。塔亚尼通过这样的安排，也是向外界表明中意、中西文明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西方、在意大利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并且他也愿意在其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塔亚尼这次来访还特意提出，愿意为推动中欧关系做出积极的贡献。当前中欧关系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复苏，中欧领导人将在今年秋季举行领导人会晤。我想，随着塔亚尼这次来访，在意大利的推动之下，中欧关系也将进一步转暖。2019年，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是唯一加入这一倡议的7国集团成员。然而，自去年该国政府换届后，有消息称一方或不会续约，相关协议将于2024年3月到期。若未提前3个月提出异议，将自动续约5年。美西方舆论不断炒作此事，还有消息称梅洛宁政府可能在今年年底做出决定。意大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塔亚尼访华前，在一场公开活动中表示，无论最终决定为何，意大利都希望继续同中国展开合作。The Italian message is very clear. We want to work with China. We want to be present in the Chinese market. We are ready for Chinese investment. 外界注意到，塔亚尼当时还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没有给意大利带去我们希望的结果。访华前夕，塔亚尼接受意大利米兰财经周刊访问时强调，访华的目的是希望中国了解我们的理由和需求，我们也希望了解中国的愿景是什么。按照一方统计，2022年该国对华出口总额为165亿欧元。据此，塔亚尼认为这一数值低于法国的230亿欧元和德国的1070亿欧元，而后两国并未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观察指出，中意双边贸易总额低于7国集团其他国家，实际上与该国是7国集团 GDP 总量最小的国家有关。更多数据也显示，自“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签订以来，中意经贸关系发展迅速。过去4年间，中意双边贸易额屡创新高。2019年至2022年逆势增长近42%，去年高达近780亿美元。2019年至2021年，意对华出口增长42%，今年前5个月，意对华出口更是大幅增长58%。实际上，意大利对“一带一路”倡议出现摇摆，有更复杂的因素。2019年，当时的意大利孔特政府决定签署相关协议时，遭到了美国舆论的猛烈抨击。纽约时报还给意大利贴上特洛伊木马的标签。在去年意大利政府换届后，美国加强对意大利的施压。今年7月，意大利新任总理梅洛尼访美之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就公开喊话意大利，宣称意大利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缺乏回报，并表示我们创造了一个替代方案。这一新方案就是跨大西洋5国商议机制。8月25号，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意大利纳入这一机制，其他成员还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分析指出，所谓跨大西洋5国商议机制，实际上是排除了日本和加拿大的7国集团盟中盟，是美国为了强化对欧洲国家施加影响而成立的特别机制。意大利商界普遍希望该国政府续约“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该国舆论分析认为，假如一方因为美国的拉拢而不续约“一带一路”倡议，将得不偿失。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意味浓厚的选边站队行为，毫无疑问将损害意大利的对华关系。Really can't afford to give up on what's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consumer market, what's potentially a huge source of investment, even though maybe the volume of investment hasn't lived it's
it's pure self-harm on Italy's behalf to give up on that. 深圳卫视注意到，2019年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倡议时，该国债台高筑，经济下行压力大，而意大利在欧盟内部也并未找到合适的发展机会，因此将目光向东看。如今，梅洛尼政府也面临着执政困境，能源危机、债务高企、通胀持续等交互作用，使得经济增长乏力，劳动力市场不景气。观察认为，退出“一带一路”的决定可能将给意大利经济带去更长远的压力。事实上，欧洲内部不断开始检讨对华脱钩以及去风险可能带去的反噬效应。英国《经济学人》最近发表的一篇题为“西方去风险战略必将失败”的文章，指出中国作为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制造业第1大国，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已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外界也不断认识到，防风险和合作不是对立的，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风险，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我想塔亚尼通过这次访华，也是对外界表明，意大利坚定务实推进对华合作的决心并没有改变。尽管受到外界的国际政治形势变化的干扰，中意关系可能出现一定的波折。但我想，未来中意关系中国和意大利双方继续坚持务实推进双边经贸、文化、政治领域的各方面合作，应当还是大势所趋，不会改变的。日本正密集就核污染水排海问题展开各种公关行动。4号，日本外务省宣布已向世贸组织提交书面文件，要求中方撤销进口管制措施。中国外交部回应称，中方有关措施完全正当、合理、必要。此外，据日媒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还表示，将在东盟峰会期间与中方代表沟通，并期待获得中方的理解支持。日本外务省4号宣布，已向世界贸易组织 WTO 提交书面文件，宣称中方在日本启动核污染水排海后宣布的进口管制措施完全不可接受。该文件还称，日本将继续要求中国撤销该措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号回应表示，日方强行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是自人类和平利用核能以来没有过的先例，也没有公认的处置标准。国际社会普遍关注日方此举对海洋环境和公众安全带来的风险，并采取防范措施。中方的有关措施完全正当、合理、必要。8月24号，日本启动核污染水排海，中国海关总署当天发布消息，决定全面暂停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随后，在8月31号，中方向 WTO 通报了进口管制措施。不过，也就在同一天，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专程前往福岛吃海鲜作秀，表示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的支持。不仅如此，伊曼纽尔还无理指责中国对日本实施经济胁迫，声称如果日本将中国告上 WTO， 美方将予以支持。根据世贸组织现行的争端解决机制，首先呢，还是会组织中日双方进行磋商。如果调解不能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世贸组织呢就会成立专家组，就这一问题进行裁决。进行裁决之后，如果中日双方有任何一方不服，可以提出上诉。经上诉机构再次裁决之后，就会形成终审裁决。据日媒报道，岸田文雄希望在东盟峰会期间与中方代表举行首脑会談，沟通核污染水相關問題。ALPS 処理水については、我が国のその取り組みについて理解や協力が得られるよう説明を尽くしていきたいと。但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内部越来越多意见认为，中日在东盟的正式会谈恐难实现。日本的邀请也暂未获得中方回应。核污水排海已10余日，日本政府为其所做错误决定付出的代价也在逐日累加。面对日本水产业重挫的局面，岸田政府急忙出钱找补。4号，岸田文雄与日本农林水产大臣野村哲郎会晤，讨论向本国渔业追加支援，计划在已有800亿日元基金之外再增拨207亿日元，其中156亿将用于开拓出口目的地，51亿将用于强化加工体制。此前已经公布的支援措施还包括扩大消费和维持生产、应对日本形象受损、迅速赔偿等。
其中相当大的一笔300亿日元则用于应对日本形象受损一项。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的上述支援措施是鉴于中国方面的反应。还有日本官员表示，他们计划在中国台湾、美国、欧洲地区、中东地区以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培育新的出口目标市场。投入这样大的一笔资金来进行所谓的渔业支援，其实呢就是治标不治本。如果真的要想确保本国渔业的可持续发展，那就一定要保证本国的海域是清洁的、不受污染的海域。但是目前呢，日方的做法很显然是南辕北辙，充分显示出日本政府的短视，他漠视了全人类共同的利益，也忽视了本国长远发展所赖以生存的基础。不过，日本政府一系列的重金砸钱，却连本国人的疑虑都无法打消。就在岸田宣布追加支援的当天，日本福岛县知事内库亚雄前往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他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尽管说是用海水稀释了，但要排放如此大的量，我的心情很复杂。安全対策を徹底することと、そしてモニタリング等の結果をしっかり公表して、信頼をより増していくこと、これを東京電力また政府に対して今後とも求め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います。据悉，福岛及周边地区的渔民难堪核污水滋扰，已计划8号向福岛地方法院提交诉状，请求裁决停止排放核污染水。原告方在声明中表示，日本政府曾称做出核污染水排放决定前将征求本国渔民的同意，但前者背弃了承诺，无视福岛及日本全国渔业组织的强烈反对，执行错误政策，这将加深核事故受害者的苦难，永远不能被允许。日本政府执意将福岛核污水排放入海的行为引起中方强烈反对，但却有部分日媒颠倒黑白，恶意歪曲炒作中国民众对日方核污水排海的自然反应。日本东京新闻坦言，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日本主流媒体的社论内容大多在指责中国，但问题的根源在日方，是日本方面造成核电站事故，并不顾渔业人员反对，强行启动核污水排海。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健2号在社交媒体就引述了这篇评论文章的主要观点，呼吁日方首先正视事实，反躬自省，立即停止排海。令人不齿的是，英国政府近日也发声明称支持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分析指出，英国所处的大西洋与日本所在的太平洋分属2个大洋系统。英国在这一问题上表达对日本政府将大西洋当作自家下水道的支持纯属作秀，而且与英国政府一直声称的要保护海洋环境的主张相违背。有英国民众认为，日本政府核污染水排海是只讲利益而不负责任。Well, I definitely not believe them because we live in a world that it's all about profit and not taking responsibility. So I'm sure if they have a treated water, why they don't keep it? They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ir own actions. They have the nuclear power. I remember the incident when it happened. So just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Yeah, I don't believe them, no. Of course I don't. Just think that could be catastrophic for Japan and for the whole world. And this is a nuclear waste, I understand. So that could be serious for everyone, for marine life, that affects everything. 面对核污染水排海这一是非分明的问题，岛内也有部分政客跳出来企图忽悠台湾民众。日前，台北驻日代表谢长廷在社交媒体发文忽悠称，台湾民众要将心比心，展现患难见真情的善的循环。岛内舆论认为，谢长廷在此敏感时刻突然说出这番话，不得不让人怀疑有刻意护航日本核污染水排放的意图。更有台湾网民讽刺其为驻日代表。如果说是这样子，你就每天喝1500cc， 喝给我们看看嘛，一样的一个逻辑啊。日本不要以邻为祸，你明明多花一点钱，你就可以不要排放到大海里，不要让整个至少北太平洋的人啊，这个大家身体可能会受到强害。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这尤其是对谢长廷他所说的话，我真的觉得人类的奇葩。据美国《纽约时报》等多家美媒爆料，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计划本月前往俄罗斯与俄总统普京会面。报道称，他们将讨论为俄提供武器装备以及其他军事合作的可能性。
但俄罗斯塔斯社5号报道称，克里姆林宫尚未宣布任何有关计划。俄朝领导人会否见面的消息，一时间引发多方关注。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本月金正恩将罕见地从平壤乘坐装甲列车前往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在那里与普京会晤。报道称，普京希望朝鲜提供炮弹及反坦克导弹，金正恩则希望获得俄罗斯的先进卫星和核潜艇技术以及粮食援助。报道还引述美国及其盟国消息人士称，普京和金正恩将到俄罗斯远东第一大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的远东联邦大学，参加定于9月10号至13号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消息人士还说，金正恩还计划访问弗拉迪沃斯托克港33号码头，那里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海军舰艇的停靠所在。普京和金正恩曾于2019年4月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晤，截至目前，克宫尚未宣布任何有关计划。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此事尚未获证实，但美国国安委员会发言人沃森4号发表声明说，俄罗斯和朝鲜之间的军备谈判正在积极推进。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上周还说，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7月访问朝鲜时，设法为俄乌冲突取得更多军火。普京与金正恩通过书信承诺加强双边合作。7月2号，俄防长绍伊古访问朝鲜，参加朝鲜停战协定签署70周年纪念活动。他也是自苏联解体以来首位访问朝鲜的俄罗斯国防部长。韩国媒体将绍伊古参观朝鲜武器展视为交易的前兆。有俄军事专家认为，朝鲜的一些武器在世界属先进行列，俄罗斯可以提出购买要求。但俄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普罗瓦基洛夫表示，俄罗斯和朝鲜没有进行武器交易的谈判。绍伊古对朝鲜的访问是为了加强两国军工领域的合作。韩联社分析也指出，从有着朝版伊斯坎德尔之称的 KN-23导弹可见，朝鲜似乎已在攻击性武器领域引进俄罗斯技术，而其可能借联合军演和武器援助进一步提升对俄依赖度，弥补相对薄弱的防空网和对韩侦察力量。如果说金正恩真的访俄，那么他的所谓涉及的军事问题可能是更高层次的、全方位的，甚至有这种双方军队的这个战略级别的合作互信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领域的情况。施阳表示，俄乌冲突以来，消耗弹药的规模远超出双方的预料。虽然目前没有看到俄军有明显的弹药短缺情况，但无论是之前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与普里戈任在弹药问题上的矛盾，还是俄军隔一段时间才能发起一次精确打击作战的状况来看，俄军的弹药也并不宽裕。朝鲜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在致力于就是对韩国进行大规模的战略报复，研制了一系列的这种射程很远的大型远程火箭炮，成本比较低，射程比较远。这些武器弹药呢，在俄罗斯这边其实在装备上它是缺位的。外界注意到，美国一边警告朝鲜不要向俄罗斯提供军火，另一边自己又启动了新一轮援乌。据路透社报道，拜登政府计划在本周宣布为乌克兰提供新一轮价值约2.4亿到3.75亿美元的军事支持，其中将首次包括颇具争议的贫铀穿甲弹药。这些弹药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运抵乌克兰，可以从美国的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上发射。因具有放射性贫铀弹的使用一直存在激烈争论，国际禁止铀武器联盟称，摄入或吸入贫铀粉尘会带来健康风险，包括癌症和出生缺陷。在1990年和2003年的2次海湾战争，以及1999年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中，美国曾大量使用贫铀弹，对当地环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对当地民众健康造成长期伤害。此前，英国已向乌军提供贫铀弹药，但目前尚无迹象显示乌军在自己的国土上使用了这些弹药。值得注意的是，已递交辞呈的乌克兰前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已收到了价值约1000亿美元的军事支持，其中超过一半的军事支持来自美国。有评论称，美国及北约盟友的援乌武器是拱火俄乌冲突的重要手段，但如此数额巨大的援助显然不能持续。目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美国和欧洲自身也深陷俄乌冲突外溢效应冲击。明年美国又将迎来大选年，种种因素都令大规模援乌甚至升级援助的前景暗淡。
随着这个战争的持续，现在来说，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一个他们要援助的东西已经不是那些我用不上的库存了，而是我现在要从生产线上新拿下来的现役装备。这件事情无论是在成本上还是心理上，会对他们产生影响。很显然，他接下来援助多少、援助什么武器、什么时候援助，更多的并不是取决于战场的乌军的这个需求，而是北约出于自己对于俄罗斯对抗的这么一个形势的综合考量。从主战坦克到集束弹药，从 F-16 战机到贫铀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援乌持续加码。但外界普遍认为，由于俄乌之间军事能力差距过大，这些援助都不足以改变战场格局。普京4号表示，基辅的反攻已经失败了。Это провал. Во всяком случае,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это выглядит именно так. Посмотрим, что дальше будет. Надеюсь, что дальше будет именно так. Но хочу сказать, что Россия никогда не отказывалась от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И сейчас мы не отказываемся. И господин президент ставил эти вопросы сегодня в ходе нашей встречи. Я ему это подтверждаю. 普京这番言论是当地时间9月4号在索契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谈后共见记者时说的。普京积极评价俄土关系现状，表示两国在经贸、金融、能源、农业、抗震救灾等各领域合作发展顺利。此外，普京还表示，俄罗斯将向6个非洲国家免费提供和运输谷物，预计2至3周后开始相关工作。俄罗斯7月18号退出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由于该协议由土耳其政府牵头斡旋达成，因此外界认为俄方退出协议冲击了与土方的关系。对此，普京解释称，俄方被迫做出上述决定，因为协议涉及俄罗斯的部分并未被落实。埃尔多安表示，目前所提出的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的替代方案均不能提供该协议拥有的可持续、安全和长期的模式。土耳其为恢复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准备了新的一揽子建议，希望能取得积极成果。自俄乌冲突以来，土耳其在调解俄乌冲突、左右北约扩员等大事件里发挥重要作用。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与北约俄罗斯都有着牢固的经济和军事联系，因此在俄乌冲突后一直奉行平衡政策。有分析认为，虽然此前埃尔多安不仅明确表示乌克兰理应加入北约，还在和泽连斯基举行会晤时释放了亚速营头目，被视为背刺俄罗斯，但对于俄罗斯来说，土方立场与美西方有明显区别。在当前复杂的局势下，与土耳其继续保持良好关系，有利于俄罗斯的国家利益。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你好。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贫铀穿甲弹，乌克兰防长表示已经收到1000亿美元援助，其中一半来自美国。那您如何研判当前的俄乌冲突走势呢？俄乌两国还处于消耗战的状态，乌克兰的反攻进行了2个多月了，没有取得此前预期的效果。通过会战或者决战呢，一举扭转战局，打出个胜负的前景是比较暗淡的。俄军在从进攻转向防御之后，在上千公里的阵地上构建了比较稳固的防御阵地，包括大片的雷区，这大大增加了乌军进行反攻的难度。通过西方援助的重型武器装备，尤其是坦克、装甲车突破俄军的防线，进行纵深穿插的场景并没有出现。俄乌两军都没有能够重演2战时期的经典战役的打法，而是不得不接受了缓慢而且痛苦的持续消耗。乌克兰反攻不利，在一定程度上呢，消耗了美国及其欧洲国家的耐心，尤其是美国明年进入了大选年。俄罗斯呢，也寄希望将冲突拖入明年，消耗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美国会持续的提高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包括 F-16战斗机飞行员的培训。荷兰、丹麦等国呢，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几十架战斗机。法国、美国等国呢，对乌克兰飞行员进行培训。至于什么时候乌克兰使用这些飞机，取决于培训的速度。如果冲突持续下去，乌克兰接收的援助可能会持续的升级。就像美国一位议员说的那样，美国不过拿出国防经费的几%就打垮了俄罗斯的打击力量。而在冷战时期呢，美国花费了数万亿美元，
虽然这样的说法有些狂妄，但是也部分反映了美俄关系的现实。俄乌冲突给美国带来了一个小成本消耗俄罗斯的机会，美国和乌克兰的目标呢大致是一致的。俄乌冲突实际上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北约之间的持续的消耗战。当某一方最后难以坚持的时候，谈判的大门才可能真正的打开。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访问俄罗斯，与普京举行会谈，焦点还是粮食外运的问题。那您有何观察呢？俄乌冲突是俄乌两国之间的高烈度战争，但是这场冲突已经严重外溢，对地区以及全球都产生了重大的冲击。反过来呢，战局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国际体系的约束和影响。俄乌都在争取扩大和巩固自己的朋友圈，因为在长期的消耗战之下，比拼的不仅是双方的军事能力，还有各自的经济能力以及争取外部支持的能力。对于普京总统来说，现在事实上已经进入了战时外交的阶段，外交要服务于提升俄罗斯的战争能力。土耳其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一度让双方达成了协议，不能不说那是埃尔多安以及土耳其的高光时刻。此后呢，在埃尔多安的推动下，达成了黑海粮食外运的协议，为解决粮食外运呢创造了条件。但是在7月份，俄罗斯退出了这一协议。俄军对乌克兰在多瑙河口的港口设施进行了空袭。埃尔多安与普京会谈的重点的议题之一就是黑海粮食外运。俄乌两国都是世界粮食出口大国，黑海粮食外运对非洲粮食进口国影响重大。黑海粮食外运的问题其实是各方讨价还价的过程。俄罗斯的诉求包括俄罗斯的粮食和化肥出口，俄罗斯农业银行重新进入美元交易的 SWIFT 系统等等。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事件，就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访问俄罗斯，与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俄乌冲突爆发以及长期化给区域安全体系造成了一系列的影响。朝俄关系接近，尤其是今年的7月份，俄罗斯防长访问朝鲜，国际媒体猜测朝俄之间可能展开军事合作。朝鲜是否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弹药，而作为交换呢？朝鲜有可能希望得到俄罗斯的粮食、战略武器方面的支持。俄乌冲突以及朝鲜半岛复杂态势呢，形成了互动，进一步增加了东北亚乃至北太平洋地区的复杂性和危险性。俄罗斯作为欧亚大国，长期以来呢，扮演着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传动轴的角色。俄乌冲突对地区以及全球的冲击还没有完全显现，需要国际社会关注和管控。